女生本以为会和男友深入交流，不料男友竟突然将她推向了另外3名同学，随后4人对女孩实施了轮流侵犯，而男友就这么在旁边冷眼看着，好似在欣赏一件战利品。直到3个月后，女孩才匿名向国家电视台讲述了这件事。They took turns raping you. Yes. Sodomizing you. Yes. They called me a whore. They called me a slut. They shoved me out of the door like I was garbage. 随后一下子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警察也因此得知了这起案件，于是立马开始着手调查。他们首先来到了栏目组，想知道受害者的名字，可是主持人却以发过誓要为当事人保密为由拒绝了。不过在遭到了警察的威胁后，才不得不将告诉他这件事的中间人说了出来，也许他能够说服女孩对警方开口。而这个中间人就是受害者的班主任。可哪知尽管警方已经表明了要为女孩申冤的决心，但班主任却表示女孩曾将这事告诉过校方，然而学校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并且她现在仍然很脆弱，所以不想司法再往女孩伤口上撒盐，也就是明确拒绝了警察。警探们只好另想办法了。而当本森警长得知女孩曾向学校报过案后，就亲自来质问校长为什么对一起轮奸案视而不见，哪知校长却很淡定。我也是在电视节目里第一次听到这个词。When she came to me, she mentioned only one individual. What she described was regrettable drunken sex, not rape. With 4 men holding her down. 但校长坚称当时女孩只提到了一个男人，而且承认是自己喝醉了。她是心甘情愿地和男友回了房间。I asked her whether she was sure the sex wasn't consensual. She proceeded to become defensive, and then she left my office. 那么当时那个男人是怎么说的？ He said the sex was consensual. He seemed credible, he's well regarded, and has no prior complaints. That was that. 可本森认为校长这是故意包庇，于是打探这2个人的名字。谁知校长却敏锐地觉察到，这说明受害者并没有联系警方，也就是没有提出犯罪指控，所以他作为校长的职责仍然是保护学生的隐私，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的。然而谁知就在这时，学校里竟爆发了抗议性侵的运动，曾经历过校园性侵的女生们纷纷上台发言，谴责校长的不作为。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1名发言人竟就是这次的神秘受害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然而就在警方以为终于可以破案时，殊不知距离真相还差10万8千里。随后受害者曼宁就被带回了派出所，并且班主任也陪着一起来了。接着曼宁讲述了自己悲惨的遭遇。我本来是想和曲棍球队队长亲热，不料队长把我拉进房间后 3 guys were waiting, and they jumped me. He had 2 guys hold my legs while he held my arms. Then they took turns raping me. They used an object. And then they high-fived each other and they left me there. 当我试图离开时，还遭到了其他队员的嘲笑和啤酒瓶问候。听完这些，本森想确定当时真的是4个男人吗？因为校长说你当时只提到了1个人。班主任赶紧解释，由于校长怪罪曼宁，所以他觉得透露的太多不安全，因此只说了1个人。那么接下来就是寻找证据了。接着曼宁又提供了一条短信，是队长第2天向他的道歉。Sorry about last night. My boys were out of control, but you deserve better than what they did. 然而只有这个还远远不够，最好是有衣服之类的。这一提醒曼宁突然想起来了。周一上课前，其中1人为了羞辱他，把他的内裤丢了回来，而那条内裤还在宿舍里呢。这可太好了，上面可能残留犯人的 DNA。随后警察带领大部队来到了学校，找到了曼宁交代出的那4个男人，只有1人因为出国并不在校内。队长坦白确实和曼宁发生过关系，但那是双方自愿的，而且曼宁欲求不满，队长身体吃不消就先离开了房间，因此队员们才辱骂曼宁是荡妇，并且他是队长玩过的，他们都不屑和曼宁玩。综上所述，队长声称自己才是被坑了的那个人。可警察根本不信，于是先采集了他的 DNA 比对再说。接着技术科很快也找到了那晚的一段录像，这可是重大突破。本森急忙前去查看，视频里曼宁一边被辱骂一边仓皇而逃，拍摄者永强也大喊他就是个荡妇。可是检察官认为这顶多算是骚扰，还够不上袭击。但本森证实曼宁内裤上的 DNA 和队长与永强的相符，再加上队长的短信和曼宁的证言，足够起诉他俩强奸罪了。不料冷静的检察官仍是坚持原则。No rape kit. Heather's initial disclosure mentioned only one assailant. President Roberts, shut her down. She can be extremely intimidating, believe me. 最终检察官被本森折服了，勉强决定对几人提出指控。队长当然不认罪了，解释道歉短信只是因为队员对曼宁的辱骂而已。同时永强也不承认，虽然内裤上有他的 DNA， 但律师对证物的合理保存提出了怀疑，质疑是被污染了。而第3人玉田则被警察区别对待，因为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个旁观者，所以警方忽悠他识时务说出真相。最终玉田交代了所有，有了他的证言，永强再也跑不了了。警察直言玉田已经交代你曾和曼宁独处一室，这下永强可慌了，不得不承认曼宁在和队长结束之后又主动勾引了他，双方完全出于自愿。不信可以去问队长，但阿曼达却抓住了重点。
那就是队长知道永强在哪，这可真是涉及轮流侵犯了。于是警察转身又拿着永强的证言来审问队长，可队长却否认看到了永强和曼宁在一起，并气愤地指责曼宁这是在诬告他其实就是个妓女，而见到几人的态度竟如此嚣张，全都不认罪。本森决定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于是特意当着媒体的面将几人逮捕，让他们出尽风头，臭名远播。果然舆论瞬间发生了大爆炸，曼宁也趁机进行了集会演讲。I'm gratified to hear that 3 of the 6 men who attacked me were arrested tonight by NYPD. When they said, "Who else wants to rape that?" They weren't just assaulting me. They were assaulting every woman on this campus. 然而警方却越听越不对劲了，怎么强奸犯又变成6个人了？还有谁想玩那个女孩？这句话可不像那些男孩能说出来的。接着令他们更意外的是，主持人又声称警方曾经没收了一段性侵视频，并且在侵犯曼宁的球棒上检测到了 DNA， 可这些都是无中生有啊！检察官也被这波操作整迷惑了。And why is Heather even giving an interview? She's gone from reluctant witness to being on every news show in 48 hours. 而且还多了2名袭击者，他的反差太大了。不料本森却解释这只是曼宁创伤应激的表现，记忆碎片在逐渐恢复，同时也明确会搞清这件事。然后他就传唤了曼宁，想确认到底袭击者有几人，可曼宁却声称当时太混乱了，根本记不清。而班主任也帮腔让警方多去调查袭击者，不要为难受害者。本森当然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现在正处于案子调查期间，还是希望曼宁不要再出现在媒体上了。可是班主任却不认同，理由是这个事件终于引起了国家的注意，正是打击校园性侵的好时机。而且现在说这话已经晚了，因为今晚曼宁就要去参加一个访谈，他现在已经不只是为了惩处强奸犯，而是成了抵制校园性侵运动的典范人物。本森这才意识到整个案子已经脱纲了，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性侵案了。而其他人也意识到曼宁的口供前后不一，继续这样下去他会毁了自己的案子。谁知怕什么来什么，这时还在国外的第4名袭击者竟开启了发布会，对外澄清自己是被诬告了。因为曼宁被袭击的那晚，他正在国外参加比赛，当时还进行了全球直播，所以这一切都是曼宁捏造的。这下检察官可坐不住了，急忙让本森做出解释，否则这个案子会越来越被动。然而还没等本森有所回应，对方律师已经攻击起了警方和检察官，斥责他们无能乱指控，这差点将明察秋毫的检察官气死。本森也毫无反驳之力。随后警方不得不对案件重新展开了调查，他们要求主持人交出掌握的所有证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主持人又拒绝了，因为他手里根本啥也没有，他只是听了曼宁和班主任的一面之词，感觉曼宁值得相信，就直接做了报道。 3 boys have been arrested and arraigned. Their reputation's damaged, possibly beyond repair. 主持人也承认自己莽撞了，不过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过错，因为曼宁的故事精彩又刺激，符合当下人们的猎奇心理。栏目组果断抓住了热点，不仅提升了收视率，还让非常普遍的校园性侵上升到了新闻的高度。从另一方面来说，促进了人们对这种恶行的关注。果然，新闻人都这么能言善辩。另一边，检察官将第4人不在场证明播放给了曼宁看，可曼宁仍坚称他就在现场。 You told us that they called him by his nickname, that you heard him respond. 不料曼宁又改口称可能是我做噩梦梦见的他。 I haven't been sleeping. Survivors have unclear memories, but the other boys are guilty. You have their DNA. They're claiming it was consensual. And you believe them over Heather. 见此情形，警方决定对2人分开问询。而当单独面对检察官时，曼宁果然说出了不一样的故事。我那晚喝醉了，当和队长回到房间后，里面其实是空的。永强是后来才进来的。至于玉田，我根本没看到，只是下意识感觉他就在走廊上等着。检察官强压下心中的愤怒，耐着性子问出了关键问题 Did Brian Mackey rape you? I was drunk. He started to have sex with me. He moved really fast. Did you move with him? I guess. In the beginning. 所以说这可能是双方自愿的。曼宁对此无法反驳，但也表明当自己醒来后，竟发现永强在他身上，他确实是在强奸。曼宁十分肯定了这一点。 And the others? 曼宁真是一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离开时被一帮人不断骚扰，然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而班主任说他们可能都性侵了曼宁，原来根源在班主任身上。随后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质问班主任，曼宁当时是否说了自己被性侵，有多少人？哪知班主任竟理直气壮地反问，这有什么区别吗？被谁侵犯？侵犯多久有那么重要吗？ Yes, yes. It matters. We are talking about criminal charges based on specifics of what happened. 不料班主任还是毫不在乎，我不管曼宁身上发生了什么，只要是发生了，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惩戒校园强奸犯。现在有那几个男孩被指控，正好可以打击校园性侵，所以这起案子并不是为了某个人伸张正义。原来这才是真相，受害者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并且这对于警方和检察官来说无疑也是灾难，他们轻信了曼宁犯了重大错误。而随着主持人公开道歉，点名曼宁捏造了这些不实指控，使得警方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然而图图并不认为责任在警方或是主持人，而是都要怪曼宁撒了谎。
不成想这番话恰巧被赶来的曼宁听到。曼宁解释我的事迹曝光后，许多其他被侵犯的女孩来找我，指望我成为他们反抗的支柱。于是我就这样被架了起来。 But your story wasn't true, Heather. 可曼宁仍辩解当时是在醉酒状态下发生的。班主任说这意味着我没有能力表示同意，而且一旦睡着了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可能被轮奸了。然而这些都是猜测，警方根本无法起诉。于是曼宁又提到了永强，他可以100%确定他那就是性侵。可警察讲究的是证据。曼宁说队长当时看到了，但却转身走了，就像你现在抛弃我一样。没想到竟被曼宁嘲讽了。本森心里很难过，虽然表示自己愿意相信曼宁。 但指控可是需要事实依据的。整个案件中，曼宁90%都是撒谎，所以陪审团基本不会相信他。本森也很无奈，只能对此表达了遗憾。是曼宁自己亲手毁了这个案子。最终，检察官不得不提出撤诉，4人全都无罪释放。而最得意的莫过于永强了。幸亏曼宁的骚操作，他才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既然法律办不到，那本森就想请校长惩戒永强，以防他以后有恃无恐。然而校长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永强现在已成了反诬告的典范了。 所以班主任本想借此打击的校园性侵，却因为一通骚操作，最终使校园强奸倒退了30年。